AirPods Pro 3很多亮点功能，那到底该不该等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的爆料。大家好，我是连。那我手上这个 AirPods Pro 呢，还是第2代，而且它下面还是 Lightning 的版本。那中间它其实有做一个小更新，就是换到 USB Type C 的那个版本哦。那我中间为什么没有做更换呢？因为其实我就是想熬到他们第3代出了之后再来更新。因为毕竟单纯换一个充电孔，我觉得它的升级不大。虽然里面是有做小小的声音调校，还有增加一个支援 Vision Pro 的新功能，但其实苹果在 AirPods Pro 第2代出来到现在这3年之间呢，他们也透过非常多的软体更新，给它增加新功能。那现在到底还有什么理由去换到 AirPods Pro 3呢？它有什么升级跟改变会让你心动？那第一点，我觉得首先就是它的外形。那我们知道嘛，在 AirPods Pro 的第4代，他们做了一些外形上面的更新哦。那不仅在耳柄，还有它入耳的地方呢，它的设计修得比较轻薄，比较纤细，让我在进到耳朵的时候，戴起来舒适感提升很多，那存在感也降低很多。那我先前其实开始用 AirPods 1、2代的时候，常常是躺着，我可能在睡觉前听影片的时候用它。后来升级到 AirPods Pro 这一系列的这些更新，还有 AirPods 第3代这些入耳的设计之后，其实在躺着的时候呢，常常会压到我耳朵，不太舒服。那所以据说这次 AirPods Pro 的第3代也会修成像 AirPods 第4代这种比较纤细的设计。那另外呢，它的麦克风孔的设计也会有点改变。那这点我其实是有点担心，因为在 AirPods 第4代上面，他们更新这个麦克风的设计，那其实让它平常在收音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瑕疵。虽然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收音的效果是不错，但我们在讲电话的时候，尤其是人躺着的时候，它常常会自动去忽略、去遮蔽掉一些声音。其实这个收音上面的退步是从 AirPods 1、2代一直到可能 AirPods Pro 出来啊，还有 AirPods 3代，这之间都有很多人提到的这个抱怨。那苹果就是试着用这些数位音讯处理的方式去解决掉一些物理上的限制。那当你耳柄缩得越来越短，那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突破物理了，它的收音效果就会更差。那所以我希望这次 AirPods Pro 第3代的设计，他们可能可以学到 AirPods 4的一些教训，在这个收音上面会做出更多更好的调教。那另外一个我一个小敲碗的地方，就是希望它在这个耳塞的地方也做一些设计上的更新。因为你看我现在上面使用都是第3方的耳塞，因为其实第1方的耳塞在我耳朵上面待不久，很容易滑出来，耳朵一出油一出汗，它就会自己掉出来。那这一点呢，我们其实在苹果自己他们的高层每次在跟记者在对话的时候，他们自己戴 AirPods Pro， 你就看到他们高层在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手要一直去压耳机，因为它会一直向外滑，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或许苹果这次真的会做一些改变，那或许可以让我们不用再去买到第3方的耳塞，就可以很舒适的戴在耳朵上。好，那其他外形的设计，我们来看到这个充电盒哦，现在上面有一个实体的一个灯孔在这边，那这个也会学 AirPods 第4代一样做成隐藏式的灯号。那这个我先前有小小的抱怨，就是它在晚上的时候，它的灯的扩散的范围会再更大。那希望 AirPods Pro 3可以在这方面做一点修正。那当然还有背后的按钮也会移除。那功能性上面，我希望还是保留这个挂式孔，因为我真的常用它。然后还有充电上面呢，我希望它还是保留这个支援 MagSafe 的这个齿圈在上面，然后支援苹果手表的充电，然后企鹅的充电。那当然底部的有线充电还是保留。那我希望这些全部都在上面，因为其实现在 AirPods Pro 2就是苹果的装置里面支援最多不同充电模式的一个装置，它非常的完美。好，那再来我们看内部的功能。那其实先前这个文件有流出后，它会升级到 H3 的晶片，那这个应该是可以在电力上面提供更长时间的续航。同时，如果苹果要在它的机身体积修小的话，那可能就是用更小的电池的容量、更轻的这个体积去换来一样等级的续航。那同时呢，因为这个处理能力的提升，我们今天不管在任何听音乐的音质上面、通透啊、降噪的品质上面，它同时可以处理音讯会更多的话，那理论上这些全面性的品质都会提升。但是否支援到无损音质这一点呢？其实这不单单只是处理效能上面，因为苹果先前有提到，他们最大的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在频宽还有距离的地方。因为我们举例啊，像其他厂商他们的耳机，如果你在搭配一些装置的时候，它可以支援非常高音质的编码，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距离还有干扰上面，你要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那这也是为什么苹果在先前更新 AirPods Pro 2 USB-C 版本，支援无损音质，但是你只能在 Vision Pro 上面使用，因为它的传输距离是非常的短，而且是固定的。那我觉得或许苹果再来可以说了，解放让你使用这个高音质的这个传输模式，但是你手机可能要挂在胸前，或是离这个耳机距离近一点的地方。那虽然这不太像是苹果的这个风格，但我觉得如果开放出这个选择给你，应该是大家会蛮希望看到的。那另外最亮点的功能就是传闻现在在 AirPods Pro 3上面也会增加 Beats 耳机上面新增加的这个心率侦测功能。那同时呢也会增加体温侦测。那很多人会问
这些手表上面都有的功能，为什么需要在耳机上面有呢？那其实这个各有好坏，因为但手表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买或者习惯戴着它。那对于不戴手表的族群呢，至少在耳机上面增加这些健康侦测就是多了一个选择。但其实我觉得这些心率侦测，除了这个运动的时候可能需要的话，那日常随时这些记录啊，也是保持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那我不知道是否很多人会在一天长时间都戴着无线耳机。那如果没有的话，尤其在温度侦测上的这一点啊，因为他们目前所做到的方式是侦测你这个一整天或长时间温度的变化，来看你身体健康上面有没有什么疑虑。那如果你一天只戴1-2个小时的情况，然后都是在不同情境，有时候在运动啊，有时候在健身房，有时候在通勤的时候戴，那这个距离跟这个空间的环境的温度影响差距非常大，而且你戴时间又非常短的情况下，我不太确定它是否可以非常准确侦测你的温度。那另外呢，很多人都在讲的，就像先前会随着更新来的这个即时翻译功能，那这点我是比较没有那么期待，或是比较保留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依赖语言模型的资源，还有程度到哪里。那以我们现在使用过 ChatGPT， 它对自然语言的了解，还有翻译的这些速度啊、快速这些敏捷性来讲，那你现在在用到苹果自己 iOS 上面的翻译，你会知道说它其实差异还蛮大的。那其实这个也会非常依赖苹果自己在 AI 自然语言上面的进步。但我们看到现在的 AI Siri 都是有点无止境的延期齁，所以我会对这点持比较保留的态度。那会不会有这个功能？会有，但到时候会不会真的很实用？还是说到头来我们还是回去用 ChatGPT 呢 ？OK， 好像最后我再给大家建议就是建不建议购买？那当然上述爆料这些功能是不是全部都有还不一定知道，但是至少它是一个 AirPods Pro 多年以来我们终于等到的大更新。那以苹果在过往 AirPods Pro 上面的这惯例来讲，它都至少3年才是更新嘛。那中间呢，它即使不更新，它也会给你非常多不同的功能。那这些都是你不用再花钱就可以得到，所以它不会是你好像现在买隔一年就会变成韭菜的产品，除非你现在去买 AirPods Pro 2。所以如果价格可以接受啦，那你原本就在计划在等的人当然是可以购买，因为你早买早享受嘛，一开始就买你就可以享受这些功能，爽个3年，其实很划算。但价格方面呢，因为现在汇率的动荡，我们看到先前 Beats 耳机台湾有一个非常大的涨价，其实它美金的价格跟 AirPods Pro 2是一样，但是目前在台湾苹果商店的标价，这两者之间是有个距离。那当然在这几个月期间，它的汇率又有一点调回来，所以我们看现在 Beats 在苹果官网上面是标8790台币来说，那如果美金售价在 AirPods Pro 3上面没有去跟动的话，那我当然是希望苹果可以跟着汇率稍微调降一点。那如果你是觉得太贵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等一下，不管是 BTS 的这些活动啊，可以等到明年，或者是他们其实这些东西在上市，未来在其他通路 Costco 什么等等，应该都会有机会降价，因为毕竟像 AirPods 的产品不像当年这么的热门啦，也不是说它卖不好，应该是说大家很多人手上都已经有前代的 AirPods， 那可能还很实用很好用，大家就不一定会抢着去买新的。那所以如果你是有锁定要买新的 AirPods Pro 3，但是没有急需的人，可以先等一下它的价格稳定下来之后再来去购买。OK， 那我们这影片就大致分析一下这个 AirPods Pro 3。那我们频道暂时会马上买来开箱跟大家分享。那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也想讨论的，都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利用，下次影片见，拜。